度论的内容，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禅法所以在这部论里面呢，在这部著作里面呢，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呢，他就禅分成4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世间禅，然后异世间一出世间禅然后出世间禅，然后到非世间非出世间禅。那一般上我们看到比较传统的论点呢，他们最多讲世间禅跟出世间禅，他们就讲2个部分，因为他们根据传统的这个教理的一种结构他就世间跟出世间。可是智者大师呢，他更敏锐他就告诉我们说，世间禅法他讲的蛮多的那个部分四禅八定全部都有，然后再告诉我们有一种禅法呢，它通往从世间可以通往出世间它就含这2边的这个内容。然后再上去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出世间，那么出世间禅法有它的系统，然后后面呢还要告诉我们的是非世间非出世间，其实就是大乘的禅法。所以他这么有系统的把这个禅法建立起来，然后呢他在教学上很重视世间跟通往世间的这个部分所以完全实际用功的方法在小止观里面讲得很清楚尤其是在禅波罗蜜也有讲，我们讲25方便有25个五组每一组有5个行持或者是一些内容告诉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禅修这个系统建立好。我们现在学的很多方法都是那边拿出来的都是那边的教学我们拿出来，然后用比较现代的方式来教这个部分我们学好了以后，如果我们要把世间的这个方法用好，然后用了以后呢，我们又不需要入比较深的这个世间定因为世间禅世间比较深的定，我们要通往出世间然后我们又可以用这个六妙法门另外一本比较小的小部头的这个智者大师重要的这个著作六妙法门教我们怎么从世间通往出世间。我们现在用的方法就我们实际用功的，除了25方便教的一些实际用功的方法，还有我们要具备的条件，还有我们做好的准备都有然后呢教我们观这个呼吸观了呼吸数呼吸数呼吸你数得很好就随呼吸，随呼吸随得很好就进入到止这个时候是世间法完成了。那么我们要出世间的话，就要观要观这个智慧所以止观所以你看那个系统我们看他们看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些著作，全部的系统都建立得很好的所以我们要依世间法来先用功。世间法里面呢，各方面要准备的，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应该具备的某一些条件25方便有小止观禅波罗蜜都有讲，都有告诉我们怎么去把它做好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方法有系统的，包括刚才稍微提一下怎么入境怎么出境那些程序，就智者大师的教学里面他的这个教学讲得很清楚然后我们如果是依这个方法修到这个定了，我们是先到这个未到地定欲界定，那欲界定要往上就是色界定，那么要往上色界定的时候，我们的身心要有适当的这个调整才能够上去。那如果我们以这个世间定就所谓的欲界的定一定的程度的安定，然后我们就起观
往观的方向去那如果我们观成就了以后，就能够开发这个智慧观环境。那后来呢，禅宗实际上也有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就做了更另外一方面的一个提升然后就我自己本身的理解就这个六妙门里面某一些法门跟禅宗所讲的，其实有很多可以贯通。当然自己去把它贯通了以后，发现果然还有这个相同的地方。那么这样我们就看到哇，整个学习呢很完整它的次第很清楚。所以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次第就是程序咯，一层一层那个程度要一层一层上去。所以我们就这样理解咯，理解了以后呢，我们对这个法门就很有信心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学习的这个法门其实很完整的，然后它可以从世间的修学，这个世间的修学很重要，这个是基础的。比如说25方便也告诉我们衣食具足。你在这边打坐，不管这边的气候怎样，你不能保温的话，你就做不好。或者是有一些人到林下水边去用功修行，衣不足也不行的嘛。除非在某一些地区，像印度呢，他们有些地区很热的，修行的人不用着衣，他们都可以用功修行。但是另外一个呢，食物、衣食你这个不能缺乏如果今天给你们用功午餐也没有给你们吃，你们现在坐在那边都软掉了，可以有力吗？对不对？那一定要具足嘛。要具足的时候呢，又不能让你们太操心嘛，所以我们才办这种课程然后有一些外部来帮你们处理这些问题让你们能够比较专心用功这些都是这个系统里面就提醒的。因为他说衣食具足，我们打坐的时间里面要到偏远的地方去，然后衣食要具足。那你这个衣食具足是怎么来的？他又提醒我们有护持善知识你看这个系统它讲的那么完整，连这些生活上的这些细节都讲到了。我们有一些护持我们用功的这个善知识他都提到说，你修行的人不能缺乏这个的，没有教导你的善知识，没有同学的善知识，没有护持你的善知识，你怎么用功？你看智者大师的那种，他对这个禅修法门的那种完整的那种掌握看得那么透，对不对然后你在用功的时候什么情况他都讲清楚，然后这些基本的功夫一定要做好这个是世间禅的部分你能够学到定，那世间禅定，但是不够，你要出世间那我们有明白到有出世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包括我们如果有因缘去学禅宗的法门，我们才知道禅宗的法门为什么要开悟。现在他们很多没有这个系统，没有这个认知的，他们就直接修禅要开悟，开什么悟？悟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常常走入歧途误入歧途，那个悟都走错了。所以你这个完整的系统一定要知道依佛法建立所以你世间，然后到你知道说，刚我们上午提到说你们很紧要放松，彻底的放松就是解脱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绷紧，你没有这种状态，你没有体验到，没有知道这个是苦的话，你都没有想到要放松的嘛。如果你对这些自己本身这些都不认识的话，你怎么放松？放什么啦？很多学佛的人一开始看到佛法无我，他就要无掉无我了，连我你都不清楚，你无什么东西？你无掉的那个是哪一个我常常无错了，最后学佛越学越痛苦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世间的基础，然后才能够通往出世间。那么我们需要通往世间，是因为出世间有很多的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在这边是流转生死，这样我们要怎么样解脱这个烦恼？因为我们有很多烦恼，那你在用功的过程中，更深一层的，尤其你的妄念，更深层的感受到那些烦恼，那你就知道说这些真的是你要把它清理掉的，然后你就发现到说禅法里面的世间基础，然后要通往出世间，它的方法就是帮助我们清理这个烦恼。那么你的修行就有明确的方向跟目标吗？那么有了明确的方向跟目标的时候呢，你要修行整个修行的信念就提起来了嘛，然后修行的心态就调整了嘛。那你在用功的时候呢，你就很有信心去用功。所以我们看这个这么完整的一种认知，如果我们没有建立的话，只是来这边学打坐，然后回去，然后打坐的时候比较舒服一点，回去又一堆烦恼，然后每次打坐叫做修行，不打坐就没有修行，整天日常生活没有修行，打坐才来修行，修行不修行，修行不修行，然后在两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什么都没有学，都用不到，你都用不到这个方法，用不到它的这个好处，受用不到它的好处。那你学了那么多，读了那么多年，修行那么用功那么多年，好像都不清楚的话，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去理解，所以我们就发觉到说，我们现在学的方法就是历代的这些禅师尤其是那些宗师级的那些了不起的那些禅师，他们呢建设起来，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就跟他们学学的过程里面，当然我们有符合现代的，以前他们可能不是这样的空间做的，我们现在学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符合我们现代的这种条件然后我们来把这个课程办起来，然后就分享更多的这些佛法禅修的法门给大家，让大家再来学习的时候呢，能够受用。让你明白了以后呢，你们自己本身慢慢从心里面去建设然后从知见上，从方法方面的理论建设，然后到方法的运作以后你自己本身用功，你参加任何一个课程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了所以这个学习呢很重要所以大家呢在短短的1-2天里面就好好的学好好的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然后当然你们要更深入的话呢，要多参考一些资料，然后要更深入的话呢，要自己多用功，然后要参加多一些课程这样子慢慢自己才会成长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现请师父带领大众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众生以我等，皆共成佛道。祝大家法喜充满，智慧增长。